了，因为是晚上，所以我们就直接去饭店休息。那还有一点自由时间，就出门逛逛。我们现在要去逛饭店旁边的超市。到西班牙州住离才感觉到会再更冷一些，所以就加了围巾。饭店的楼下刚好就是超市，所以我们就一起逛逛。刚好那一天是万圣节的关系吧，所以特别热闹。超市有非常多的年轻的人。这边我看上了一个开心果面包，所以呢就夹了一颗。这边是自助的，会提供这种透明的可爱袋子。我很喜欢星星元素，所以就拿了这包饼干。这个很像金沙的东西，它只要3.9欧，决定买一个回来看看。可爱耶，什么东西？这给我侄子当他的圣诞节礼物。秋芙蓉是杏仁糖，是西班牙特产。买一个2欧。刚刚在超市买了一些巧克力，然后面包跟有兴趣的饼干。我觉得这个星星都很可爱，就买了。然后还有一个洋芋片。到西班牙这边吃饭时间都比较晚，所以我们待会吃晚餐是在8点半，在饭店的0楼。0楼就是大厅的意思。晚餐是大家一起吃饭，都会提供水跟红酒，还有炖某一类的豆子，烤鸡腿肉，还会配一点炸的薯角。甜点是味道像布丁，但是类似于果酱口感的一个东西，上面是巧克力饼干。有人知道名字吗？回房间是吃了这个开心果口味的面包，非常的甜。这个是踩雷的一个饼干，因为颜值买的。这个火腿口味的洋芋片变成这样，刚吃的，现在这个就好吃很多。早安，在西班牙的第2天早上，我们就到了萨拉曼卡的老城区逛逛。今天早上要去萨拉曼卡大学，这间大学是欧洲第3老的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又被称为黄金之城，因为它的砂岩建筑在阳光下会反射出金色的光芒。后面是罗马桥。首先我们参观的是罗马桥，这也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古迹，历史有2000多年。这个桥现在还是有行人在走，所以是一个还在役的桥。今天依旧是阴雨绵绵，不过风景很美。这是萨拉曼卡的 logo。萨拉曼卡是朝圣之路的必经之地，所以呢，也会看到这个朝圣之路的一个方向指标。接下来就来逛逛萨拉曼卡的大学城跟老城区啦。萨拉曼卡有2个教堂，一个是旧的教堂，是哥德式的建筑，现在已经作为博物馆使用了。接下来要带你们去参观的是新的教堂。新主教座堂呢，它是结合了哥德式跟巴洛克式的建筑。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92年大学生修复古建筑的时候呢，偷偷加了一些新奇的元素，比如说拉布拉多这种狗狗的元素，或者是吃冰淇淋的狮子，很可爱。还有它的左上方有一个太空人，这几个东西让这个教堂更令人印象深刻。那
那现在这个教堂也已经被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教职员办公室。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萨拉曼卡的正门外墙，可以看到它有精美的银匠雕刻风格。墙面最核心的位置刻画的是著名的天主教双王斐迪南二世跟伊莎贝拉一世。这对国王跟皇后是这个大学的重要赞助者。那在这面墙上呢，还藏着萨拉曼卡的一个幸运图。在右侧墙面上有一个骷髅头，上面有一只小青蛙。如果你能够在没有人指点的情况下找到那只小青蛙，传说你就可以在大学里面顺利的期末考欧趴。所以这边我就不特别拍出来，让你们自己去寻找。如果你有到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小体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走。这一栋比较新的，它以前是修道院，那后来有整修过之后，现在就变成是私立大学。那整个萨拉曼卡有2个大学，一个大概是萨拉曼卡大学，大概是在29000人左右。然后这个私立大学有7000人，所以整个大学城大概有35000多人。贝壳之家，全部满满的贝壳，好可爱哦！这个是一个图书馆，充满贝壳的图书馆。先他什么什么的，买了一个可爱的开心果可颂。就是在萨拉曼卡大学城里面的一个面包店，我就觉得它的可颂看起来很好吃，就买了。晚上的时候回去饭店开箱。这边还有卖西班牙火腿，不过这个就没办法带回来，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去看啦。这边还有麦当劳在这种古城区很酷。现在整修，听说以前是斗牛场。感觉火腿的魅力很惊人，狗狗目不转睛的盯着。在这个 CKIS 买了好几件衣服。这间店卖了很多萨拉曼卡特别的衣服，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拍摄，就留到西班牙购物开箱跟大家分享这些 T 恤吧。离开萨拉曼卡之后，我们就到了塞戈维亚，那就先来用餐。这间餐厅是1905年就开始开的一个100年老店，它的招牌呢就是白酒炖羊肉。那第一道是南瓜浓汤，口感非常的丝滑绵密，然后配上面包丁，蛮好吃的。整间店的装潢都是复古的，而且墙上有很多的名人合照。餐厅就是羊妹妹的图，因为这间是羊肉餐厅嘛。Main dish 就是白酒炖羊肉，羊肉被炖煮到几乎入口即化，而且白酒呢有去除了一点羊腥味，可以带出肉质的鲜甜，觉得蛮好吃的。最后呢是一个焦糖布丁做收尾，这份焦糖布丁呢有点微苦的焦糖液，然后搭配布丁本体呢还蛮好吃的，是一次不错的午餐。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古罗马的水道桥，也是这次旅行的一个重点之一。又吃冰啦，这间叫 Chipotle， 它的位置呢就是罗马古桥，转过来就是了。那个水呢就是在上层这样流过，这是保存非常完整的罗马水道桥。现在走的地方是塞戈维亚最热闹的小街道。这个城市大概是
35000人左右。这边视野比较好，可以拍到城的样子，所以非常多的人围在这边。这边以前有一个城门，进去之后呢，就不会被阿拉伯人攻击。那现在城门已经不见了，只剩以前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早上我是看到贝壳。这个地方叫做钻石之家，可以欣赏一下整个钻石之家的外观。这个钻石之家本来是私人的，但现在变成是设计艺术相关类的学校。这就是那种穆德哈尔式建筑，因为伊斯兰教他们就是会用这种几何装饰，因为他们没有偶像崇拜，所以这就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可爱小鸭鸭的店，西班牙这边很常看到这种卖超大型软糖的店，很酷。雕像呢是当地的英雄，这边有他的名字叫什么 Ronald， 对，这个是一个美人鱼的装饰。这边最早期呢也是一个教堂，但后来现在变成是一个市政府的图书馆 ，Chorizo 是他们当地很喜欢吃的一种辣香肠。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塞戈维亚主教座堂，它不仅是这个城市的制高点，更拥有一个优雅的美誉——大教堂中的贵妇。它建于1525年，是西班牙甚至是整个欧洲最后一座新建的哥德式大教堂，之后就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最标志的就是它的尖塔跟飞扶壁，像是一个石造的蕾丝一样，特别是它的88公尺高的钟楼，是西班牙最高的钟楼。不过我们这一次没有进内部参观，听说它的内部也是极为的华丽。如果之后有机会再度访问西班牙的话，我应该会想要进去看看。所以这次就在外面走走晃晃，拍个照。我们在这间店买了一些甜点，店员也很友善。这间店呢卖了很多西班牙的特色的甜点，可以说是一个很精致的伴手礼店吧，在很多热门的景点都有。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可以进去逛逛，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送人。我们现在已经从塞戈维亚离开，来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那我们先来用餐，这间餐厅的装潢看起来是蛮时尚的。那餐点的话呢，它大概就是4到6人一桌，然后大家一起 share，这种中餐。味道的话，我觉得就还行吧。当然你要说多道地多好吃的话，毕竟在国外嘛，要求就不能这么高。那吃饱之后，我们就到饭店啦。这是今天的饭店开箱。还行，装潢还不错。晚上我们要来吃这个开心果的可颂，它超大一个的。这是今天早上在萨拉曼卡买的可颂，它是一整个很大的开心果可颂，上面的那一层呢是巧克力开心果，里面呢也是满满的开心果酱。其实不难吃，但就是有一点点太甜，很多欧美的甜点都是这样。好啦，那就晚安啦，我们明天继续去探索西班牙的景点。早安，在饭店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来到马德里皇宫。这座巴洛克式的建筑拥有超过3000间的房间，规模呢是西欧之冠。这栋建筑曾经经历过大火，所以重建之后就采用了全石造的结构来防火。
那我们这一次是没有进去的行程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是可以买门票进去参观。目前西班牙王室是没有住在里面的，我们进去参观也不会看到全部的房间，只会看到部分的。如果你是对这部分很有兴趣的，可以考虑安排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太阳门广场，这里呢是西班牙公路网0公里圣诞纪念日，同时现在是圣诞节，所以也开始有圣诞树的装饰了。大家都会排队在这个0公里的地标上面拍照。在广场上看到的这个骑马像是卡洛斯3世，他也被称为是最优秀市长，他奠定了马德里现代化的基础。广场上最有名的这个树是熊与石楠树，它不只是一个可爱的景点，它还代表了中世纪的领土协议。现在呢是马德里的城市市徽，也是所有来到这边的人必拍的幸运地标。Five 的薯条超多的，这样一整杯。我们现在结束 City Walk。走了2个多小时，现在要去坐车去下一个城市。最后呢，我们在普拉多美术馆外面集合，准备前往下一个城市托雷多。很可惜这次没有参观到这个漂亮的美术馆，听说它是一个艺术级的殿堂，就等到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吧。托雷多呢被誉为西班牙灵魂，它被塔霍河环绕，保留了中世纪的迷宫小径。这里曾经是西班牙的首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跟犹太教和谐共存的3文化之都。而在这边古城中心有一个托雷多大教堂。这座大教堂耗时250年才完工，被公认是西班牙哥德式建筑的巅峰之作。就算只是站在大教堂外，也会被它那种不对称的美感所震撼。我很喜欢托雷多这座小城，是因为它的街道非常的有氛围，而且有很多特别的店可以逛。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间店呢，就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它这间店呢，就是西班牙的皮料跟西班牙的设计，实际上去看它的包包质感都非常的好。如果你是一个皮革爱好者的话，我很推荐来托雷多的话来逛这一间店，带个战利品回家。那我的包包也会在之后的购物分享里面分享。点的是薄荷巧克力跟如果问我说这一次的西湖之旅有哪个印象深刻的地方，那我必须说托雷多的夕阳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太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站在对岸的山谷观景台俯瞰整个托雷多，这座被塔霍河环绕的古城就像是镶嵌在岩石上的琥珀一样，随着太阳的西沉，整座颜色的色调从白天的土色慢慢的染上了金色，最后呢在夕阳余晖中变成了一个灿烂的金红色，非常的迷人。如果你来到托雷多，请你一定要到这边来看看这座在夕阳西下的漂亮古城。那这一天的晚餐是在附近吃鳟鱼风味餐，前菜是西班牙红蛋跟一些炖菜，当然都会有红酒可以做搭配。那这就是他们的主菜，一种鳟鱼。甜点呢是一个小冰淇淋。吃完饭之后，我们就来到今天的饭店。
那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了。下一集呢，会带大家到白色风车村、哥多华清真寺跟阿罕布拉宫，这些都是西班牙很有名的行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追踪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拜拜。